蛇兄，别来无恙。不对，说无恙似乎不太妥当。之前是我太鲁莽，我以为蛇兄吞了我的好友庭燕，这才误会了你。今日我向你赔罪。我听说蛇兄喜欢喝这个，我便带来了。你可是要这个？你这是？蛇兄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收到这颗，我拿到这颗蛇心之后，一直随身收藏，并未动过任何手脚。我化成人形了，若琳，多亏了你，若琳，你看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，真的，谢谢你，若琳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，但我今天化成人形了，谢谢你。嘿嘿。如琳，谢谢你，给了我一次做人的机会。明晚便是新月夜了，这次机会，我定不能错过。师祖，是我化成人形了。是叶入灵，他将我的心还回来之后，也不知道做了什么，我便可以化作人形了。你喝了我这么多血，早就能化为人形。没错，是这样才对。当初师祖用自己的血肉喂养弟子，弟子才可以捡回一条性命。师祖，我的命是你给的，弟子必将誓死跟随。你既然已经化作成人，便应该学着好好做人。庭燕也是这么说的，她让我不要舔她的手指，还跟我说要像人那样学会自尊自爱。可是师祖，弟子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人。你先去见的他。多亏了庭燕，入灵才会把心还给我。我是专门去谢谢庭燕的。师祖，庭燕真是一个好朋友。朋友。他倒是会笼络人心啊。新月夜，你去山门处守着。弟子明白。师姑，
你每天都守在这儿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想见师祖啊？师祖以一人之力供养灵火，使得庚辰仙府上下得享无尽灵力。得到师祖的垂青是我自小的夙愿，更是我们天之宫的荣耀。可他阴晴不定的，你不怕他杀了你吗？纵使师祖杀了我，我亦无怨无悔。这些修真人士都这么视死如归的吗？我可做不到。活着多好啊，干嘛非要为了别人去死？如果有机会能够活着，怎么样我都会去努力的。老板，大清早的，你别吓人啊！你的胆子怎么会这么小？所以您最好不要给我安排太多活干，要不然我受了工伤还要您负责，多麻烦呀！想让我对你负责任，你的野心倒不小。师祖，您是会划重点的。这是什么妖法？你就是用这妖术收买的那条蠢蛇吧？冤枉啊！我是不会术法的，您知道啊。说吧，这是什么术法？这是点赞手势，什么是点赞？就是给老板您拍马屁、戴高帽、捧臭脚。你的手段竟如此上不得台面，那你不也是很受用吗？可惜了，我不爱戴帽子，脚亦不臭，更无需养马。你的诡计要落空了。啊！我站住！我上次教你的术法，练习的如何了？马马虎虎吧。师祖，您干嘛？记住，以后要杀人的时候，最好自这里。再不济，刺这里也行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谢师祖赐教。那我先去给小火苗浇水了。
想出来的。给你的血凝花，你吃了吗？没有。血凝花需要有我的血才能用，否则人会被榨成血雾。你喝过我的血，不用担心。哦，它太珍贵了，我舍不得用。为何不吃？一杯咖啡也就增加个把小时的精神，这一片花瓣增长1000年修为，我怕我撑死。若我非要你吃呢？那我也不吃，我赌一把，看您会不会因此杀了我。这种真心话是能说的吗？那便依你。祖宗，您今天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今日很好说话呀？啊，你猜是为何？因为我要死了。要死的不是你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想杀我？还等什么？一起上！怎么会？你根本没有受到西月的影响，没有元气大伤。老板，您真的没事吗？若我受伤，你会不会跟他们一样，也想杀我？你错了，我的确元气大伤，今日也是我最虚弱的一日。想杀我，现在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只是，就算我虚弱至此，你们对我来说还是太弱了。老板，您说这种炫酷台词的时候，嘴角流血了。廖廷艳，啊？我现在已经元气大伤，此刻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。懂了。的确是个巴结老板的好机会。老板，您还满意吗？那个谁，司马昭义无反抗之力，拿起剑杀了他。我不杀人。他不死，就是你死，日后还会死更多的人，快动手啊！他说的对，动手。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逼我？老板，您怎么还碰瓷儿呢？
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也会被你抢先。邢公主，你不一起进去吗？师掌门，你是师祖的守护者，你都没有进去，我怎敢轻举妄动啊？当年你可是亲历了师祖被封印的整个过程，他有多强大，你是最清楚的。这新月夜，灵力会被削弱之事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师祖不会甘为鱼肉的。师祖，你醒醒！师祖，师祖，醒醒！师祖，吵死了！你还好吧？怕了？当然怕了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上来就让我杀人，你怎么自己撞过来了？放心，这是解开封印必要的一环。什么意思啊？后戏就要开始了。师祖，您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师祖，您可安好？师祖身边那位，你，去探探他的脉。怎么探啊？我没有学过中医。何须再探？看他这样子，想必是真的不行了。没错，我已经身受重伤，灵力几乎消耗殆尽。想必你们也是有所发现，才赶过来的。人都齐了，甚好。我的命就在此，来拿吧。师祖，你哪来的底气啊？我俩刚避免了你死我活，又要同生共死了吗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会死。司马娇，到了如此地步还这般猖狂，我等好心送门下弟子前来服侍你，你却无故杀戮，是何道理？你又是哪个宫的？被你们关了500年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当初封印我的老家伙，怎么只剩你们3个人了？人都没到齐，何能解我心头之恨？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。跟他拼了！
蛟，你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昭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我已经忍着家隐的封印很久了。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。没错。那就好。
竟然被解了。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能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叶公主。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什么？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先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？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太荒唐了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是灵族，他是人族，怎么可能是血亲呢？那会不会是同母异父啊？你别乱说话！我娘亲要是生了2个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其他人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唯一的解释就是傅兰生，你这血剑不靠谱，一定是不靠谱。你们可以说我不靠谱，但不能说我家法器不行啊！碧霄宫就是以精研法器起家，传承1000年，怎么可能出错呢？我试给你们看。这是什么？小孩子别看。干嘛？我都没看清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啊！你放开我！那是什么？那是不好意思啊，今日之事还请各位不要外传，给家父留些脸面。眼下只能去金华宫向苏公主问清一切了。
他们已经去过明月山庄的坟冢了。苏宁溪的关中是空的。下一步他们就要去镜花宫了。谢雪神再聪明，应该也想不到，你离开了两界山，竟会来我这里。这不就是阁主的意思吗？平日的药，每月初1便会送达，本月已至初8，还不见药的踪影。阁主不就是想逼我亲自来一趟吗？这旁人都说南庄主如春风暖玉，怎么到了我这儿，说话便带着刺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。想当年，你被继母手足所害，被邪修囚辱折磨，屠刀之下，可是我救了你一命。有时候想想，你倒不如不救。但活下来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并未逼你。世间万年，总共就出了2个天生识巧之人。谢雪尘过的潇洒恣意，怎么你就落得如此地步？你生息一段9分，剩余1分，也不过苟延残喘。我给你选择，想死，便拿着剑了断。想活，便服下这药。不过这药有个坏处，一旦服下，便需每月续用，如此方能保全生机。若是停用，不出1年，便会燃尽寿元，加倍痛苦而亡。若只为报仇，你死了，我照样可以帮你报。你可想好了？你们跟我一起去暗域搜寻少公主。长老，真的要去暗域吗？那可是桑琪的地盘。长老，是少公主，她回来了。少公主，少公主，公主，秋明回来了。师傅。你的头发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谢城主，你竟从暗域出来了。托公主的福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谢城主此次来，可有何要事？是暗域发生了变故？此事或许与桑琪有关，还请苏公主屏退无关之人。
请问苏公主，你的姐姐苏宁熙有过几个孩子？谢城主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世人皆知，我姐姐嫁给高凤旭。 谢城主，你这是在辱我姐姐清白吗？我姐姐与桑琪是有过一段纠葛，但她跟桑琪绝不可能有孩子，因为我姐姐当时已经……师父，您先不要生气，我们只是想要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并未想要辱母亲的名节。素公主，恕我直言，以高秋明的资质，着实配不上天生异象。 就连谢城主和南庄主天生识窍，出生时也没有这种异象吧？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苏公主，想验证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难。你如果不相信我们的法器，大可用净化宫的方法再验一次便可。我知道你不想你姐姐的事情被人知道，所以才私下征求你的意见。你难道真的不想知道？ 你姐姐是否有另一个女儿？好，我明日给你们答复。但此事万万不可让其他人知晓。好。素宁真竟然真的会答应验血。 看来素宁熙分娩之时，应该真的发生了什么奇怪之事，让她也产生了怀疑吧。此事明日就会有结果的，你无需过多思虑。思虑？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早就习惯一个人，也从没有想过要寻亲。只不过和高秋明扯上关系，我心里不爽罢了。最好验出来我和素宁熙毫无关系，这样。 我来日杀了高秋明之时，也不必心存顾忌。你若当真对亲情没有任何期待，若不想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又怎会放着任务不做，冒险来这最恨灵族的净化宫呢？这不是仗着有你护着吗？嘴硬。你管我？为什么会有血缘关系？为什么？师父，您到底在找什么呀？要不我帮您一起找吧。难道他才是？ 当时在幽雪城，穆玄灵曾说过他是明月山庄的灵奴，是不是？还说过高凤虚死前要杀他，是不是？都说他是灵族，可有人见过他的真身？他说他灵窍破损，没有灵丹，所以画不出真身来。那你们凭何断定他就是灵族？他小的时候脸上长了妖纹。 就像符文一样，金色的纹路，人族脸上是不可能长出来的。什么样的妖纹？画下来，画下来给我看。
底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。 我已经睡了。午息之后我会进去。我说我睡了。5、4、3、2。何事啊？这里是杏花宫地界，怕你又惹事。 所以呢？所以我要看着你。如今你已神志不清，我还是看着你比较好。我在房间里好好待着，你半夜闯人房门，咱俩之间谁更像神志不清啊？当然是你。你还讲不讲道理啊？我跟你讲过很多道理。 有用吗？怎么没用呢？你讲的那些道理，真的很洗涤心灵，让我发自内心想当一个好人。当一个好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别说假话。好吧，可能我当好人的心呢，还没有那么诚恳。那你呢？深更半夜。 非要来我屋坐着，岂配为正人君子啊？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我也可以心狠手辣的。你要是不想被我打晕的话，就老实待着。谢雪晨，你明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为什么还非要喜欢我呀？ 我现在不想告诉你。你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就待在我身边，哪儿也别去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儿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还会，但我会看着你。 不让你有那样的机会。这个人像个和尚似的，怎么说起情话来却如此坚决？真是奇怪的很。到了明日，很多真相就会揭晓，无论是混沌主苏宁熙，还是你的身世。所以今夜。 你安分一点。师傅，不知素公主考虑的如何了？我身旁这株花名为香见欢，以血为食，但若摄入的鲜血为血缘至亲，花瓣则会转为黑色。无论今日结果如何，都只有我们几人知晓，绝不能外传。如若你们同意，就立下心誓。 否则，就当我从未提过。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谢城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素公主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相见欢，这是求风恶。
滴入鲜血，便会与他订立血契，被他操控心神，成为他的奴隶。虽然两者很相似，但一为花草，一为异兽，气势不同的。素公主不会不知道吧？师父。 谢城主，你勾结暗域妖女偷袭我镜花宫，休怪我惩奸除恶，手下无情了。竟敢直接对你出手，他究竟想隐瞒些什么呀？素公主，你这个阵法困不住我，你若强行为之，必会伤及镜花宫。 你确定你要为了一己之私，令镜花宫蒙受损失？这便是你一宫之主的担当。我大义除魔，何来一己之私？结阵！师父。 苏公主疯了，竟然敢对谢城主下手！那现在怎么办嘛？阿宝，你待在这里，千万不要出去，我去帮忙。南旭，立刻将浮云空舟驶入星辰谷上空，挡住阳光。挡住阳光？这苏宁真实力不济，需引天地之力才能对付谢雪神。这金龙就是以日光为源，日光不息，金龙不灭，日照月强。 金龙越江，难怪他约了这个时辰见面，原来是早存了埋伏之心。师父，如果谢雪晨在镜花宫内出了事，你怎么跟仙盟交代啊？为何要交代？只要得到想得到的就够了。师父，你的目标难道是穆玄岭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，师父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告诉我，师父！拦住他！是。师父，放开我！师父！玉阙天破！谢雪晨，师父，公主，桑琪，谢城主，玉阙宫的滋味如何？你怎么可能回玉阙宫？当然是因为有灵儿的帮助。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不是同路人，我跟师父才是。
儿。苏宁熙的尸身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，你还想如何？他凭什么就这样死了？死了，我也要将他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休想！当年在风歇亭围攻我的。 有你吗？20年了，你们净化宫还是如此令人生厌。不是宁熙。 师父，可她终究还是嫁给了高凤虚，生下这个孽种。没有，她没有嫁给高凤虚。宁熙死了，她在出嫁前就死了。她的体质生机无限。 想要自尽太难了，唯有放飞剑，天下之毒之物，让他的心脏生受了3日凌迟才能死去。我竟不知他所遭受的一切。 我一直以为他背叛了我，伤害了我竟然恨了他一辈子。所以，高秋明是素宁真的女儿，当年嫁给高凤许的是素宁真。师父，我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倒宁愿秋明是我的孩子，高凤虚非要娶宁熙为妻，无非是看中了她的元婴玄女之体。玄女神教，乃灵力之源；玄女包公，乃生机之本。她生有千年之寿，死后生机不全。高凤许跟妙华便连她的遗体都不肯放过。高凤许将自己的血与混沌珠一同放入宁熙的体内，用她体内的生机加以温养。 让混沌珠认他为主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混沌珠并没有认他为主，而是在宁熙的体内凝出了一个胎儿，就如同怀胎一样。宁熙的肚子一日日隆起，
直到10月1起，他们剖开了人熙的肚子。秋明出生的同时，混沌珠就消失了。高凤虚与秋明验过血脉，证实两人血脉相连，所以推测是混沌珠与他的精血相融，化形成人。他欣喜若狂，对外宣称宁熙难产而死，并造了假珠，最后妙华将其藏于珠塔。师父。 那我是混沌珠吗？昨日之前我也一直是这么以为的，但直到昨日我才发现，我们都被蒙蔽了。混沌珠并未与高凤虚的精血相融，它也不是消失，而是逃走了。那阵刺眼的花光，并不是秋明降生的异象，而是混沌珠降世。他借着那阵光逃走了，而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化成了秋明。穆玄灵才是真正的混沌珠，他与秋明都是宁熙的身体孕育而出，所以血脉相连。秋明也说过，穆玄灵幼时脸上长着妖纹。 那妖纹与混沌珠的圣纹是一模一样，所以那不是妖纹，我才是混沌珠。如此说来，一切变通了。穆玄灵没有灵桥和灵丹，所谓的妖纹，是混沌珠带来的印记，妖气也只是混沌珠的气息。这世间无人知晓混沌珠本来的气息如何。 先入为主，误以为他是灵宗。这些年，我也在秋明的身上寻找过宁熙的生机，却始终没有找到。原来是我找错了人。穆玄灵才是真正的混沌珠，